我拼命学习，高考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，继母生的弟弟却连高中都没考上，技校逃学，在家游手好闲，嫉妒我有好前途。继母居然想拿我换命，女孩子加上重点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嫁人生娃？不如跟你弟弟换换，他有出息了，你也能找个好婆家。面对他诸般哄骗，我没有犹豫，爽快答应。他欣喜若狂，以为我傻，殊不知几天前体检，我已被医生下过最后通牒，最多只剩2月可活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病历化验单，我心如刀绞，本以为努力学习考进清华就可以脱离这个重组家庭，没成想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却被判了死刑，肝癌晚期。医生说我癌症分型还不错，如果积极治疗的话还可以争取2到3年生存期，但转院治疗费却是天价。爸妈离婚后，我跟着爸爸生活，他老实懦弱，经济大权都在继母手里，手头奖学金加剩余生活费，凑凑应该能把前期化疗钱垫上。我正琢磨着怎么跟爸爸说这事，手机就收到条短信：您的账户 XXX 于5月12日12点07分向 XXX 转账20000元，卡内余额2304元。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这张卡是上学时爸爸帮我办的，每个月他会转500块生活费进来。爸知道不够，但你妈管得严，爸只能拿出这点。他说这话时，我垂眸不语，因为我不止一次看见他往弟弟兜里塞钱了，学费加生活费，他那500根本不够用。这卡里存下的钱都是我一天打2份工攒起来的，攒了3年多，也只不过攒了2万，其中还包括我9月份去报到的路费，还有几千块奖学金，我单独存在另张卡里，我都快急疯了。这钱现在是我的救命钱。如今爸爸一声不吭，把我前期化疗费用都赚空了，让我怎么能不急？我第一反应就是，爸爸该不会遇上电信诈骗了吧？他向来本分，除了耳根子软之外，没别的不良嗜好，所以如果不是被诈骗，我实在想不到他哪里需要一下花出去2万块。于是我连忙给他打电话：爸，你怎么把我卡里2万全都转走了？我语气非常焦急，爸爸却不紧不慢：你弟弟想买身西装去面试用，我从你这先转给他了。弟弟是继母生的，出生不久就占了我的房间，而我则睡到杂物室，被爸爸冷落的我委屈大哭，怨他不公平。他却说弟弟还小，要我让着他。可那时我也才只有5岁而已，弟弟从小便被宠上天，什么好东西都先紧着他，我只能吃残羹冷炙。他比我小3岁，高中都没考上，花钱进技校，经常逃学，后来干脆在家混日子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就他这样找工作需要穿2万的西装去面试，你就没问问我需不需要钱？我喉咙发梗，捏着手机的手都在抖。平时他们再怎么偏心弟弟，我从不多嘴，可现在我已经是绝路了呀。突然被质问，爸爸有些不耐烦：你上大学不是保送的吗？学费都不用，你需要什么钱？再说了，这卡里的钱都是我给你打的，我花自己的钱，要跟你讲。我心被揉碎了似的疼，脱口就想跟他说我得绝症了，快死了。可他说完，不管不顾便直接挂断电话，根本不给我留一点机会。高考结束后，学校宿舍撵人，我不得已搬回家住。一进门，浓郁菜香味钻进鼻子，我才发觉今天一天都忘记吃饭了。
右上腹隐隐有些痛。弟弟在客厅头也不抬地打游戏，继母端菜出来，见是我，沉着脸骂道：“跑哪浪去了？今天你弟生日，不知道回家帮我做饭，想累死老娘。”他这么说，我才瞧见桌上漂亮的奶油蛋糕。其实今天也是我生日，跟他同一天，只不过来这个家之后，便再也没人记得了。病理化验单在裤兜里发烫，我没心情应和他，低着头往房间走。瞧瞧你的乖女儿，从没把我这个后妈放眼里。继母突然暴躁，指着我鼻子跟爸爸告状：小宝生日，他空手回来，连个礼物都没准备，有个当姐姐的样吗？我爸没说话，但眼神中透露不满。我把一世的烦躁丢在身后，推门进房间，想冷静一下，但眼前狼藉景象让我愣了好久，才确认这确实是我的房间。给弟弟腾地方后，我苦中作乐，把这间杂物室规制得整整齐齐。拥挤逼仄的杂物室，在我长年累月改造中，已经越发温馨。而现在，纱帘被剪碎，DIY 摆件七零八落，盆栽丢在床上，泥土撒得到处都是。我感觉血往上涌，定在原地，许久才压抑着情绪转身，对着客厅沉声问：“谁弄的？”弟弟游戏声刺耳，爸爸看电视，继母叮叮哐哐炒菜，所有人都把我当空气。我说：“谁弄的？”我声音加重几分，稍一用力，整个右肩和右背顿顿的疼。弟弟扫了我一眼，露出鄙夷神色。继母拿着铲子从厨房出来，厉声骂道：“发什么疯？收拾一下不就得了？叫什么叫？”我后退2步，靠上门框，脑门渗出细细密密的汗。可我仍是死死盯着爸爸，存着莫名其妙的期待。这个家里唯一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，面无表情，盯着电视，仿若未闻。我心中有什么在慢慢崩塌。切，垃圾！一直没说话的弟弟突然嗤笑，见我目光转过来，他表情更嘲讽：“一屋子垃圾，害我翻半天。你不是有奖学金吗？钱呢？”从小他就爱抢我东西，喜欢便占为己有，不喜欢便毁掉。10岁时，我在路边捡到条小狗，巴掌大，不好带回家，偷摸养在楼后，每天去喂。它成了我孤单童年隐秘的依靠。然而半个月后的某天，我突然发现它浑身是血，死在草丛里，肚子上脚印凌乱。我崩溃大哭，弟弟出现在身后：“我好心帮你把它踩死，你是不是要感谢我？”哈哈哈哈！我跪在地上，哭到眼泪都流不出来。天黑了，也没人出来找我。从那以后，我看见小狗便躲，愤怒让疼痛更汹涌，我甚至无法大口呼吸。见我咬着唇沉默，弟弟扔下手机，随手抓起个杯子，朝我狠狠砸来，问：“你画那几一？”我被疼痛拉扯，躲避不及，玻璃杯正中额头，而后咔嚓一声碎裂满地，一股鲜红的热流顺着眉眼流下。我吃痛捂头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跌坐在地。哎呀呀！我的小祖宗，手没事吧？继母慌张拉住弟弟，关切地问。确认没问题之后，才瞪了我一眼，咬牙切齿：“大过生日的，非惹你弟生气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”转身拉着弟弟往桌边坐：“岁岁平安，小宝别生气。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多吃点啊！”母子俩看都不看我。爸爸隐忍着怒气的声音从头顶响起：“别装了，快把地上收拾收拾，赶紧吃饭，别扫大家的兴。”说完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过，张罗着让弟弟插生日蜡烛。浑身巨大的疼痛让我失声，所有情绪在心头激荡，又被我压住，痛苦难受到极，却仿佛无处发泄。
客厅灯突然黑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温暖摇曳的烛光漏进眼角，他们一家三口的快乐与我这个外人完全无关。我牙齿紧紧咬着，几乎忍不了喉间哽咽般的震动，整个心脏泛着酸味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小宝生日快乐！哇，小宝真棒！快许个愿！在这温馨的背景音乐中，我手紧紧攥成拳，骨节捏得泛白，每次呼吸都拉扯得后背生疼。够了，我就算死了你也不管吗？眼泪疯狂涌出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我猛地站起，歇斯底里地朝爸爸嘶声喊道。屋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我满脸胀热，头发凌乱，眼泪和血混成一团，模糊了视线。恍惚中似乎捕捉到爸爸脸上的惊讶，可也真的只是一瞬而已。依依，你吓到妈妈和弟弟了，他沉声斥责道。我忘记后来是怎么睡着的，亦或根本就是晕过去了。早晨醒来时，躺在冷硬地砖上，动一动，额头刺疼，用手摸着，脸上有干掉的血痂，心里泛起一阵阵尖锐的疼。我忍不住轻按胸口，仿佛被打碎的碎玻璃渣也扎进了心里，强撑着想爬起来，侧头瞥到身旁的背包，拉锁开着，东西散落出来，像是被谁翻过。我心猛地漏跳一拍，失了魂般抄起背包，手忙脚乱开始翻找。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！我心咚咚跳着，默念祈祷。存着几千块奖学金的卡不见了，钱包里备用的几百块现金也不见了，刚从学校取回来的清华录取通知书也不见了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眼前一黑，顾不得怕摔倒，挣扎着站起，冲向弟弟房间。他正斜倚在床上打游戏，床头柜上的蓝色快递袋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二话不说跑过去就要拿，谁知患癌之后身体太虚弱，他发现我来了，一把藏起快递袋，胳膊轻轻一推，我便踉跄摔倒在地。几横，你把通知书还我！我目眦欲裂，红着眼朝他喊：呵呵，好啊，你告诉我银行卡密码，我就把这破玩意给你。他不怀好意地笑着，手里夹着我的银行卡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没日没夜拼命学习。我没见过迪士尼的摩天轮，但却见过了每个凌晨4点的太阳。考进清北，去新的城市，离开这个家，是我死都想做到的事。好，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，我低着头，眼泪大滴大滴落下。人生最后2个月里，哪怕只有1天是自由的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手颤抖着接过他给的纸笔，写出密码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伸手去接快递袋，可就在马上要触碰到的一刹那，撕拉，清脆的碎裂声响起，纸袋连同录取通知书被弟弟撕成2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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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得意的大笑，看着我，就像看那只被他踩死的小狗。几横，我跟你拼了！耳边听见继母和爸爸惊叫着跑来，我发了狠，眼色血红地撞过去，还没等撞上弟弟，便被继母一个耳刮子扇倒在地。死丫头，你疯了！他骂声如刀一般，捅得耳膜生疼，癌细胞转移引起的疼痛再次袭来。我顺着角落慢慢蜷起，不由自主开始哆嗦。依依，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爸不分青红皂白的怒骂声响起，可我完全没力气张嘴反驳。还能怎么回事？不就是生气小宝用了他点钱？我都说了，死丫头眼皮子浅，只认钱。现在考上重点，以后还不知道便宜哪个男人。你养他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昨晚我跟你说那事，你还犹豫？犹豫个屁！继母连珠炮一样，声音从我斜上方传来，满是嫌弃。
而后是长久的沉默，久到我以为他们又丢下我走了。爸爸斩钉截铁的声音才响起：“好，那你尽快安排吧。那是什么事？安排又要去安排什么？”我再次晕倒之前，迷迷糊糊听见继母跟弟弟说着什么，而后身子一轻，便再没知觉。这次醒来，我竟躺在自己床上。屋子里虽然仍旧狼藉，可床单上的碎花盆明显被清理过。继母皮笑肉不笑，坐在床边，见我醒了，忙假意问道：“依依醒了？来，先把粥喝了，妈特意给你熬的。”我淡淡瞥了眼她端着的白粥，见汤不见米，但终归一天一夜没吃饭了。我垂眸接过碗，小口喝着。她看我乖顺，语气殷勤，却难言厌恶：“你慢慢喝，妈呢，想跟你商量件事。”我仍是不语。你这通知书啊，不小心弄坏了，要我说，这都是命。女孩子加上重点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嫁人生娃？不如跟你弟弟换换，他有出息了，你也能找个好婆家。我抬眼，不明白他说的换换是什么意思。他试探地继续道：“老家那边有个大师，说可以通过仪式给人换命。”换命？我心头一忽悠，弟弟抢走我的玩具，抢走我的快乐，抢走我的爸爸，现在还觉得不够，连我的命也要抢走吗？周身如坠冰窟。原来继母端给我的不是清粥，而是送命汤。爸爸知道吗？我死死抠着碗边，轻声问：“你爸当然同意，他还指望小宝给他养老送终呢。”继母说完，看我咬着唇不点头，威胁似的又补充道：“你是女儿，你弟是儿子，你别什么都跟他比。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你不能太自私。”我自私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自私？不由自主摸到裤兜里的化验单，心中再无一丝挂碍。既然爸爸都不要我了，好的，那我就彻底成全你们。唇角溢出苦笑，我一字一顿：“我跟他换。”所谓的换命仪式其实很简单，请来的大师到家里给我和弟弟一人喝了一杯符水，便开始念咒。那水入口即苦涩，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火烧一样疼。由于我跟弟弟是同父异母，大师还取爸爸和继母的血点在我们额头上，美其名曰依父母之命。我莫名其妙进入恍惚，直到叮的一声颂钵响，才把我拉回现实。成了。大师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如释重负，跟爸爸说：“继母千恩万谢。”塞了2大兜子东西，把大师送出了门。我皱眉，不太相信真的有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，但细细感觉，后背钝疼的感觉竟然消失了。这一发现让我心脏狂跳不已。难道换命是真的？那还剩2个月可活的便是。我震惊，转头看向弟弟，他脸色如常，并无病态。正当我脑海中巨浪翻涌之时，继母拉着我的行李箱递给爸爸，而后满脸施舍对我说：“依依，你千万别觉得咱家欠你，为了你，妈妈也是操碎了心。知道你上不了大学，妈妈特意帮你找到一桩好姻缘，就在老家，你也别愣着了，穿衣服跟你爸走，等会你爸送大师回去的时候，顺便把你捎上。”什么？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好姻缘？我凭什么跟他回老家？身上疼痛不见，脑子好像也跟着清爽很多。我直言不讳反问道：“依依，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？”爸爸忍不住出声：“这男孩子我也见过照片，比你大5岁，但人看着憨厚老实，还是大师的儿子。他家在村里很有声望，你嫁过去不会吃苦。”他边耐着性子解释，边利落地穿外套、拉行李，好像赶不及要送我走。望着他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失望就像海浪，一波接一波。
将我淹没。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只是见过照片，便如此草率替我决定。曾经把我从亲妈身边抢走，口口声声说会照顾好我的爸爸，就是这样照顾我的。哪怕在这个家里多一刻，我也待不下去。心中主意已定，我再次答应了他的决定。我收拾下东西，马上就来，看也不看爸爸脸色。我转身回房间，关上门。其实长这么大，这里根本没什么真正属于我的东西。我只是拉开抽屉，把裤兜里的化验单塞在几本旧杂志的最下层，然后便头也不回的跟着爸爸永远离开了这个本就不该来的家。大师早就等在候车室，爸爸把我送到门口，就匆匆离开了，没有任何不舍，没有任何关照和嘱托，把我交给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男人。那大师老神在在坐到一旁，掀开眼皮瞧我一眼，叫什么名字啊，丫头？我面无表情，不答反问。我爸连这个都没跟你说？对我的回怼，他好像并不在意，冷笑了声。你别跟我这装了不起，准大学生是吗？学习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你爸卖给我儿子当媳妇。他话中的卖字让我瞬间机灵起来，看我脸色变化，他像是猜到什么。你后妈没跟你说，他们可是讹了我5万彩礼，还不包括这次免费给你弟弟换命。你爸可是白纸黑字签了字据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家买来的媳妇，跟他再没半点关系。5万！我背上冷汗直冒。我爸爸竟然并不是送我走，而根本是把我给卖了。而且这数字听着耳熟，好像说要把弟弟送进一家好的公司，打点的过程就是得花5万块钱。怪不得要穿2万块西装面试，原来从那时候爸爸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件事了。只有我这个当事人还被蒙在鼓里，心里打翻5味瓶，面上却强忍着不再被大师看出异样来。我妈跟我说了，跟我弟换命也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随手从包里拿出纸巾，状似无意道：你帮我看着包，我去个卫生间。说着还把包往大师身边放了放。他像看白痴似的看我一眼，继续闭目养神。可能从没见过我这种大公无私的傻子吧。我嘴角带着冷笑，步伐不紧不慢往卫生间走。来到他视线盲区之后，立马加快脚步，飞也似的就逃出了候车室。我得感谢我爸，通过这种方式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是真的自由了。而季恒，我的宝贝弟弟，真能就此前程万里吗？从候车室出来第一件事，我打车直奔医院，跟舍友凑了点钱，把所有必须项目都做了一遍。当晚是在曾经打过工的培训机构员工宿舍挤了一夜，老板人很好，爽快收留了我。可一整夜我都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好不容易天亮，我飞奔到医院，盯着报告机等出报告。在窗口护士被我问到快崩溃时，检查报告终于出来了，一切正常。我一颗心都要从腔子里跳出来，欢喜的当场大笑出声。2个保安才把我架走，笑完我眼泪又不值钱的掉，怕是老天也觉得我太惨，才安排出这么戏剧性的闹剧吧。开心时流下的眼泪都是甜的，我感觉人生重新充满希望。身份证放在包里，没从候车室带出来。我到派出所报失，提交补办申请，然后拿着临时身份证去银行修改密码。季恒竟还没把我卡里的奖学金取走，不知是刚换了命在庆祝，还是发生了别的什么。几千块钱失而复得，让我略微有了些安全感。马上又给清华大学招生办打电话，说明录取通知书损坏的情况。
对面很痛快，就提供了整套解决流程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都在学校和教育部门之间来回跑，同时又开始打工赚钱。毕竟9月份就要去北京了，钱多好傍身，忙忙碌碌。过了几天，这其中爸爸打来无数通电话，我都没接。应该是大师发现我跑了，又找到他们头上，让他们吐出彩礼钱。既然换命成功，那想必几恒要遵循我的命运轨迹。时日无多了吧？果然，近1、2天，爸爸的电话打得更密了。有天老师甚至都发短信说让我给我爸回个电话，他在找我，怕他在骚扰学校其他人。我终于接了一次，刚按下接听键，听筒那头就炸了。死丫头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快给我滚回来！是继母尖利的声音，隐约听着有断续咳嗽声，像是弟弟。纪依依，你为什么跑了？你怎么连爸爸电话都不接？我揉着太阳穴，电话拉得老远，听着没动静了，才拿回耳边，不咸不淡说道：爸，你5万块钱就把我卖了，还问我为什么跑？你知道买卖人口犯法吗？如果说以前想到爸爸偏心，我还会难过的话，现在再说这话，我就像是说别人，你是老子生的，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且那叫卖吗？你能嫁人，你弟弟有前途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爸爸在我面前装都不装了，原来他的心一直都跟继母一样冷。妈，我背疼。隐隐的听到电话那头有弟弟虚弱的声音响起，背疼，我太熟悉了，心里愤恨与爽快交织。我淡淡开口：你们觉得这些年我一直过得很好吗？我的命才是好命，去看看我房间抽屉里有什么吧，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们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医生说积极治疗，还有2到3年生存期，现在告诉他们真相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果然5分钟后，应该是找到了我走之前留下的化验单。爸爸电话又打过来，我直接开静音，他又转而短信轰炸：纪依依，你竟然是肝癌晚期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如果你弟弟真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好看。我冷笑，当初我是几次想跟你说，而你却亲手把我越推越远。纪恒的命都拜你们所赐，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难得清闲，弟弟的命其实很好，顺风顺水，长辈都护他宠他，之所以还一事无成，根本就是老天爷把饭喂到嘴边，他却懒得张嘴。这命换到我身上，虽没爸妈护佑，却变成其他前辈的帮扶。拿到新命格将近1个月，所有接触过我的年长之人都格外亲切，主动提供很多机会。再加上我肯努力，肯学习，高考后的假期收获比之前翻倍不止。有天我突然收到弟弟短信：纪依依，你以为你的霉运真的会传给我吗？做梦！看语气，难道他并没跟我一样得肝癌？他身体竟然没毛病？我陷入沉思。换命这种东西本就不是正道，那大师看着就不是好人，不会没成功吧？这个念头一起，我赶紧又感觉了下身体状况，确实很健康，并且最近心情好，吃得多，腰上还长了点肉。紧接着新的短信提示又响起：因为你逃婚，害我5万块买工作的钱打水漂，藏好了。纪依依，别让我抓住你！弟弟的短信像在我心里扎了根小刺。他在技校认识不少小混混，本身又是个混不吝。他说要抓我的事，让我略感不安。不过人多的地方他就算来了，也不敢怎么样。带着满肚子疑惑和忐忑，我缩小了活动范围，每天吃住都在兼职的培训机构里。
去哪都跟同事随行，谨小慎微的又过去将近1个月。曾经的我，这时候应该快死了吧，但现在却愈发精神，再过段时间就能启程去大学报到。我焦急地盼望着，祈祷最后几天别再出事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该来的果真逃不掉。这天跟同事一块出去上课，回来半路，她被男朋友接走，只剩我独自回家。眼看着快走到宿舍，斜刺里一辆摩托车冲出来，把我冷不丁撞倒在地。好在不严重，胳膊在地上擦破皮，疼得我直皱眉。那人本想肇事逃逸，可目光扫过我时，突然僵了僵，骂了句卧槽，而后几步下车，上来扯着手腕就要把我带走。当时已近黄昏，路上零星几个行人，且都行色匆匆，看见他拉我，还以为是小情侣间闹矛盾，脚不顿都不顿便离开了。你放开，救命呀！我使出吃奶的劲，喊到嗓子都泛出血腥味，却还是被拖进旁边无人小巷。他另一只手也没忙着，正在给人打电话。接通后，老大，我看见那女人了，你快来，在花巷。我心开始往下沉，不祥的预感升起，因为在电话那头，我隐约听见了弟弟的声音。所料不差，半小时后，几辆摩托引擎声响起，弟弟带着3、4个小混混朝我们这边走来。我伸手摸向裤兜，抓我的人眼尖，把兜里的手机抢过来，看也没看便丢到地上。妈的，想报警没门。纪恒这时候也来了，他气色看起来不错，并不像有病的。见我打量，他趾高气扬，低头看我。没想到吧，我咳嗽只是感冒，背疼就是咳嗽震的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得那种烂病？我暗暗往后退，嘴里却不服软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来找我是想干什么？背后被人推了一把，是跟着来的小混混，从后边把我围起来了，想跑。他满脸邪恶，你不是爱学习吗？今天兄弟们来给你上一堂生理卫生课。怪腔怪调，夹杂着混混起哄的大笑，让人听着便觉反胃。以前只知道他嚣张跋扈、残忍任性，现在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我后背紧贴着墙，纪恒，我是你姐。屁，你只是我爸带来的拖油瓶。他声色俱厉，抬手就要撕我衣服。关键时刻，我摸出包里的防狼喷雾，朝他眼睛狂喷。啊！纪恒捂着眼睛失控大叫，可能没想到他口中书呆子会这么扎手。旁边几个小混混也愣了下。趁这个空档，我推搡开众人，朝巷子外夺路狂奔。纪恒双眼红得像滴血，使劲睁开右臂上，他表情凶狠扭曲，恨不得从我身上撕下块肉来。此刻他视线只有仓皇逃窜的我，不管不顾，跟在我身后向马路对面追来，甚至已经感觉他伸手扣到我卫衣的连帽。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只听砰，刺耳刹车声，人肉被撞飞的闷响，小混混惊恐的尖叫。我思维瞬间停滞，呆呆地望向躺在地上的弟弟。刚才还满脸凶残的他，此刻一动不动，像个进血麻袋。原来换了我的命，不一定会得癌症，但却一定只有2月可活。急救车在耳边鸣叫，我看见爸爸和继母来了，他们脸上充满惊慌失措，抱着弟弟，哭得泣不成声，最后两眼一翻，晕倒在地。如果真正死的是我的话，不知爸爸是否也能有一丝难过呢？我不敢奢望，也不想奢望，心已经彻底凉了，站得远远的，像在看荒唐的闹剧。警察也来了，但他们捡到我的手机。当时我并没有报警，而是开启了录音，听到纪恒想带人欺辱我，却自取灭亡的全过程。
让警察同志们都脸色发沉。所以当爸爸冲上来要打我时，警察拦住他，并警告我作为公民同样受法律保护。爸爸好像一夜之间白了头，他到现在还认为是我杀死了他的宝贝儿子。你就该去死，你为什么不死？他狰狞地冲我咆哮，恨不得当场让我赔命。我头也不回便离开警局。爸爸死缠烂打追出来，甚至跟到公交站，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。他恶狠狠盯着我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公交车进站，我快步上车，他竟也沉默着跟我上来，后背没来由发凉。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往后走，余光瞥见最后排有个熟悉身影，但由于心太慌，也没来得及多想。回头看爸爸正扒开人群，紧紧跟来。我急中生智，在后门即将关上时，果断下了车，而堪堪挤过来的爸爸却被关在车里。好不容易松口气，目光掠过逐渐远去的公交车，突然浑身一凉，透过车窗，最后排那个熟悉身影缓缓转头，咧开满口黄牙，朝我森森发笑。是那个换命的大师。初夏的天气，我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而他像在对我说些什么。看口型，貌似是谢谢。几天后再见到继母，却是在医院加护病房里。医生说送进来时就疯疯傻傻，连人都认不清了，建议转精神病院寻求专业治疗。走进病房，瞧见我，他双眼空洞，像是根本不认识。爸爸坐在旁边，时不时揉眼睛，却并没流眼泪。我放下水果，看着他，心里真的说不上是悲是喜。他们这代人重男轻女的很多，我虽不幸被亲爹舍弃，当东西一样卖给别人，却阴差阳错捡回条命来。他曾经为了儿子机关算尽，费尽心思剥削我，压榨我，而现在却变成傻子，这怎么不能说是一种讽刺呢？继母张着嘴，口水不受控地往下流。爸爸只顾不停揉眼，并未理会。丫头片子胆子不小，还敢回来。阴恻恻的坏笑从身后响起，我猛然转身，被站在门口的大师吓到了。前几天看他在公交车上还好好的，现在右脸却布满密密麻麻的烫疤，有大有小，显然是各种东西烫的，像是看懂了我的震惊。他状若疯癫，这是我自己烫的，为了给你弟弟换命，我自己背了反噬，结果你爸妈不但骗婚，还1分钱都不给。当初他说拿5万彩礼加免费换命，买下我当儿媳妇，彩礼钱已经退了，弟弟已死，想必换命钱我爸妈是不会再给。你儿子天生痴呆，如果不是韦小宝，谁愿意把女儿卖给你？爸爸不满反驳，揉眼的力气更大了，仿佛要把眼珠子揉出来一样。他跟我说大师儿子憨厚老实，可却隐瞒他痴呆的事实。我冷眼看着两人争斗，哈哈哈哈，知道你一家烂货，还好老子早就留了一手。大师近乎癫狂，还记得做法时取了你夫妻俩的指尖血吗？以血为媒，共担因果。我替人做事大半辈子，本就泄露天机，加上换命反噬，应该立刻就死。但我真的要谢谢你们夫妻，帮我承担了大部分报应，这笔买卖老子不亏，哈哈哈。他笑得极大声，甚至惊动值班护士，保安上来就要把他拖走。爸爸听他这么一说，恨得冲上去就要打他，可眼睛里却缓缓流下2行血泪来，走路连椅子都避不开，脚下磕绊，重心失衡，摔倒在地。我的眼，我怎么看不见了？医生，医生！爸爸慌乱趴在地上大喊，旁边暖瓶、桌子全被推翻，叮叮哐哐，满屋狼藉。我自始至终
心情没半点波动。这个重组家庭早就从里到外让人没半点留恋或惋惜了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，一切都是天道不爽。那天从医院出来后，我便跟那个家完全断了联系。很快便到了报到时间，我收拾好行李，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。我知道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